还给你带了2个礼物哦。哇哦！7夕节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他吧，阿米洛鸳鸯娘机械键盘，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最近外出只能躲在酒店的被窝里给大家录音了，是不是很有小时候在被窝里玩游戏的画面感呢？让我偷偷的跟你们聊一款游戏。最近可以聊的话题有很多，准备好了题材可以排好几期。但前段时间发售了一款古老游戏的 HD 高清版，让我突然很想跟大家聊聊，那就是《阿玛拉王国惩罚》，一个既不算冷门但也不算很有名气的奇怪游戏。奇怪之处在于，以它的品质不应该如此默默无闻，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这次重置，大部分人压根就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个游戏，就算玩过的人也可能早已遗忘。导致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个游戏和整个公司都太短命了，短到发售后都还没来得及产生影响力，游戏和公司就突然消失，突然的来了，突然的走了，不带走一位玩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对聊这个游戏特别感兴趣。一是介绍下它在当年有多么优秀，二是聊聊它突然消失的原因，以及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更深的原因呢？阿玛拉王国作为一个把美式 RPG 写在脸上的游戏，我其实不确定有多少人当年真的玩过它，因为这位同学的发售日期偏偏和后来被世人传颂为冷饭王的老头滚动条5相隔仅仅3个月。国外自然不用说老滚5在国内的热度也是高得离谱美女图满天飞，贴吧人人伤兵，成为了一代人的单机游戏启蒙作。所以2011年末至2012年初的那段日子里，但凡对美式 RPG 感点兴趣的玩家，不是在玩老滚5就是在想玩老滚5的路上。这个节骨眼发售的阿玛拉王国就注定要被拿来兑现。所以相比于好不好玩，有没有特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显得更加重要。阿玛拉之所以能在老滚5的霸权统治之下，在部分玩家心里刷到一点存在感，就是因为它的卖点足够突出，并且直击老滚的痛点战斗系统。严格来说，战斗拉垮的不是老滚一家而是当时很多美式 RPG 的通病。要不是老滚5探索内容太好玩了，就他那砍了个寂寞一样的手感，就足以让 B 社向全世界谢罪了。好在阿玛拉替我们出了这口恶气。谁说老美做不出打击感的？用现在的话说，这游戏的打击感甚至可以靠视频看出来。上手之后呢，配合手柄震动更是爽到五湖飞起那虽然肯定没有正统 ACT 那么棒，没有卡表那全宇宙最强的打击体系，也比不上现在更成熟的 ARPG 新作。如今看来卡针卡出来的打击感，甚至还有那么点卡过头的感觉。但作为一个2012年的游戏，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当年的阿玛拉王国真的让我这个一度对美式 RPG 手感失去信心的玩家，突然感觉很有精神。和美式传统 RPG 你一刀我一刀的朴素相比，阿玛拉的定位有点像是欧美 3A 版的伊苏。游戏包括了力量、灵巧、魔法3个派系，每个派系拥有3种武器，总共9把武器。虽说是3个派系，但玩家的养成却是完全自由的。游戏允许玩家同时装备2把武器，那既可以化身双手巨剑的暴力弓箭手，也能一边匕首暗杀，一边从试吃员的屁股里掏出火箭，掏出法杖施展魔法，甚至可以把不同流派的技能组合使用，大开脑洞创造出自己的连招模式。陷阱、防反、回避、控场、远程一应俱全，成为最强肉搏的弓箭手，或者最擅长放风筝的近战这也太人格分裂了吧。那只要敢想，阿玛拉就能实现。游戏本身也鼓励玩家自由搭配，2组合甚至3路同修，也都能找到对应的职业设定。便捷的洗点系统，再加上派系和武器的多样组合，阿玛拉玩的就是花里胡哨，随心所欲，更是把一个开放世界游戏玩出了点 ACT 的感觉。能够兼顾战斗手感和战斗自由到这个程度的美式 RPG 也几乎再没有出现了。不过凡事都有舍取，阿玛拉对战斗的极其重视虽然造就了它的鲜明特色，但也决定了游戏的设计核心是围绕战斗而非自由展开。这也是阿玛拉和老滚5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老滚5手感稀烂我们依然玩得乐此不疲呢？
因为老滚重点塑造的是自由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因为杀了一只鸡被全村通缉。NPC 要设计海量的台词来各种膝盖中箭。在老滚里，战斗只是解决问题方式之一，并非目的。尽管阿玛拉同样有着巨大的开放世界，也有炼金、附魔、开锁、潜行一大堆，怎么看都似曾相识的角色天赋。有了支线也会抛出自由选择，在城镇开宝箱会提醒这是盗窃行为，对话可以利用口才占据优势，似乎一切都有那么一点老滚味。但总体来说，阿玛拉和老滚是截然不同的。战斗是阿玛拉的终极目的，一切设计都不是为了给玩家选择权，而是给玩家胖揍对方的理由所以上面那些要素都是形式大于意义。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对话选项，但不同对话并不会对角色或世界产生影响，更别谈让 NPC 对玩家的行为做出反应了。话多但没用，人狠爱打架。因此阿玛拉的战斗是非常频繁且重复的，但敌人的种类来来回回就那么几种。刚开始在野外御敌打得还蛮开心的，越到后面作业感越是严重基本上小兵一登场我就能猜到他是要放什么屁。任何迷宫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复战斗，要使本作的战斗模式没有切中各位的兴趣，感到烦躁也是很正常的。有些玩家对阿玛拉的评价非常负面，很大部分原因就来自这里。所以老滚没有出色的战斗手感，不妨碍它成为一款杰出的游戏。但是阿玛拉要是少了这个战斗系统，游戏的体验就会彻底崩盘。当然在2012年比老滚5差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要不然育碧早就退群不玩了。毕竟那个时代正值开放世界游戏的发展期，很多问题厂商也在慢慢探讨，玩家对这个类型的容忍度远比现在高得多。阿玛拉在探索的乐趣上的平庸，在当时看来只能算是个遗憾，还不至于为此就全盘否认。相反的，以当年的眼光来看，阿玛拉在世界展现、背景设定等方面都是业界的第一梯队而它之所以会有如此成熟庞大的世界架构，很大原因就在于阿玛拉王国并非一款独立的游戏，它其实是38工作室为了另一款代号为哥白尼计划的大型 MMORPG 所准备的前菜。而这款网游想要对标的游戏，大家看阿玛拉的画风应该不难猜到吧？没错，魔兽世界。只可惜这个哥白尼计划最后也没能问世，这个我们后面再说总之阿玛拉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网游试水做的游戏，所以有很多网游的影子，比如巨大的野外场景，大多任务都是通过到达某个洞穴并探索其中的迷宫来解决，基本上就是网游接任务进副本的感觉。而且游戏里类似锻造的辅助系统极其慢热，正常通关完全可以碰都不碰，一看就是系统做得太长远，又没有配合单机优化数值。还有那个匪夷所思的超小的背包系统，随便捡捡垃圾就装满了，完全不够用。你这是打算学我们充 VIP 送背包吗？真把自己当网游了。明明有大量细致的设定，玩家却无法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也是网游所特有的限制。这样一看，是不是前面的问题都豁然开朗了呢？所以不瞒大家，我当年就是把阿玛拉王国当成是单机版的魔兽世界来自我暗示着玩的。特别是带上游戏里的灵刃，开局种族再选一个暗精灵，这即视感简直不要太强那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静下心来慢慢体验，花点功夫去了解它背后扎实的世界设定，阿玛拉王国还是别有一番乐趣的。毕竟也是实打实的做了一个巨大的奇幻大陆，配合上当年不可多得的战斗系统，也算是另辟蹊径，特色鲜明虽然阿玛拉王国有很多问题，但它绝对算得上是个潜力股。事实上，当年媒体对它的评价普遍都是积极的，负责发行的 EA 也对这个 IP 很是重视，玩家中更是不乏对续作的呼声。但可能大部分玩家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超高规格的 3A 游戏，居然是38工作室的处女作，这可就牛逼了开发了本作的38工作室不是大企业的子公司，而是彻彻底底的新游戏公司。人家不但偷偷研发大型网游，第一款游戏也是一来就飙到了 3A 模板，甚至还为此从 THQ 手里收购了 Big Hunt Games 工作室。而阿玛拉王国的开发团队囊括了参与过上古卷轴3世的首席设计师，绘制了再生侠的漫画家，以及创作了黑暗精灵3部曲的作家萨尔瓦多。这一系列骚操作可谓是洋溢着土豪的任性完全不像是一个新公司会干的事情。所以阿玛拉王国在当年的游戏圈里何止是黑马，
简直就是关羽胯下的赤兔马，名副其实的天降猛男，一战成名。然而这还没完啊，还有更厉害的。就在人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位猛男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38工作室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倒闭了。在阿马拉王国发售了仅仅3个月之后媒体前脚还在祝贺游戏销量超过120万，后脚这位猛男居然就对外宣布老子不装了，摊牌了破产了。38工作室直接原地解散。一夜间，阿马拉王国从38工作室的惊艳首秀、业界传奇黑马，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守寡一座当年的我看到这个新闻，整个人都一懵未平，一懵又起当然，根据上面那些描述，38工作室破产的原因也不难想象。一个仅仅发售了一款游戏的新公司，那么大手大脚的挥霍资金，简直就是亡命赌徒这要不倒闭反而就见鬼了。各种细节网上很容易都能查到，我在这里简单的总结一下。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38工作室的老板是美国的棒球明星希林。希林不光棒球打得好，还和我一样有个做游戏的梦想。但希林可是个大明星钱比我多那么一点，于是就出资了5000万美元，直接成立了38工作室。那起步就已经是任性的一塌糊涂了不是我吹，我要有这钱，宅在家天天玩游戏，他不香吗？总之，希林就是铁了心要做游戏，而且目标就盯准了魔兽世界这个档次。但纵使这位老哥再有钱，这种超级大项目也不是几千万就能搞定的为了融资，最后他找上了美国罗德岛州的州长，一顿堪比局座的忽悠，竟然从政府那里搞来7500万美元的债券。那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急速扩张，玩命花钱，越陷越深。直到阿马拉王国发售的时候，他们所谓的哥白尼计划也还没有做完，阿马拉赚的钱还不够他们自己挥霍呢。但政府的债券又到了还钱的时候结果就东窗事发，关门倒闭。那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但它背后反映的东西倒是很有趣，也是我们想聊的。首先就是希林非常典型的一步到位的思想，管他3728，上来就想搞最大最牛逼的，以为有钱有人就都能成功，小看了游戏开发的复杂性以及专业性。我们总是强调游戏开发要从画小圆开始，再慢慢成长，画更大的同心圆。那很多事情包括开公司也是一个道理可以说从希林决定要挑战魔兽世界开始，38工作室就已经半个身子埋在土里了真是一个史诗级的反例但是从外界因素来看，是什么促成了38工作室的成立？是什么刺激让他们疯狂的烧钱呢？或者说38工作室真的只是个例吗？当然不。如果说38的倒闭只是小部分人才感兴趣的八卦新闻的话，那么紧随他们之后没多久，行业巨头之一的 THQ 的破产清算就是游戏界比较有名的一段历史了。虽然表面上 THQ 的衰变是09年金融危机、领导层决策混乱以及公司转型失败等一系列问题综合而来的结果，不能和阿马拉王国混为一谈。但抛开细枝末节，拉远视角，就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悲剧其实都是游戏行业转型的产物。之前我不止一次提到过360 PS3 时代是日式游戏的没落，欧美游戏全面崛起的一段时期。那这个转变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 PS2 到 PS3 的性能迭代所带来的游戏开发成本以及技术要求的增速超越了大部分日常的接受能力。天生更加保守的日本公司选择了比较消极的应对方式，没有及时更新迭代。相反的，欧美厂商靠着雄厚的资本直接搞起了游戏的工业化。3A 这个至今都没有明确标准的营销概念深入人心，不断拉高了游戏规模和开发成本，渐渐形成了以战养战的竞争模式。其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日厂在掌机领域的常年称霸。老任和索尼在掌机游戏里，抛开第一方叫得上名号的几乎全是日式游戏，仿佛日本游戏依然欣欣向荣。但本质原因是欧美游戏自己深陷资本战之中，为了更好的财报，为了抢夺更多的用户，欧美公司总是希望用更大的3A 游戏来吸引玩家。所以不是他们做不好掌机游戏，而是掌机游戏的定位并不符合欧美厂家的战略。要知道钱多起来的时候，花钱也是项重要工作而且不得不承认，这段日子的欧美游戏确实佳作频出，很多公司都处于全盛时期，怎么做都怎么牛逼，给行业带来了一种近乎于泡沫经济一样的盲目信心。就像当年我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 B 社会搞出辐射76这样的货色，渐渐的就变得越来越轻创新、重规模、讲噱头，最终也就造成了大作越来越趋同、越来越敷衍，从而变相的推动了独立游戏的发展。所以为什么希林和38工作室会觉得他们自己可以挑战魔兽世界呢？
为什么 THQ 在陷入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宁愿不遗余力的从外界花重金挖人，也不会想着如何在游戏的品质上做文章呢？依旧是水火抄水，依葫芦画瓢。因为游戏工业化的思维已经深入了他们的骨髓，纵使历史有重来，有人跳出来阻止欺凌，或者 THQ 靠着某个爆款游戏满血复活，世界上也一定还会出现第二个欺凌，第二个 THQ。阿马拉王国的诞生是一个必然的巧合。那事实上，类似的历史还在我们身边不断的重复，比如大数据游戏就是继工业化之后，很多厂商搞出来的改良方案。这个模式在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之后，最终在圣歌身上彻底爆发。无论是当年那个短命的阿马拉，还是现在被人诟病的圣歌，他们其实都是时代拐点的牺牲品。这么说或许有点残酷但没有他们的失败，就没有行业的进步未来所谓的服务型游戏也一定会迎来类似的结局。所以我个人对阿马拉王国这款游戏可以重见天日还是蛮开心的，即便它的 HD 工作真的是做得有点水连手柄的图标按钮都还是360的样式，现在玩起来也是年代感十足，完全没了当年那特立独行的个性。但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特别是作为一个依靠自身的成功来反推历史的稀有案例，阿马拉王国这款游戏还是值得我们去记住它的。好 ，Gameker 与您同在，我是念俊，我们下期再见。